人员统计工作繁，齐头并进忙刁民。大家好，在上一集我们讲了迁建董海川先师墓碑中的2件动人故事，感谢朋友们的点赞和评论。我觉得大家认可的是主人公的人格魅力、尚武精神和时代的光芒。当年为董海川先师迁建墓碑集资者一共442人，但是联络、联系、接纳、接收、统计、记人名是相当复杂的工作。第一，人数不能差；第二，金额不能差；第三，人名更不能差。统计好了，还要一一的排序。最为复杂的是，捐款并不是按规定时间一天到齐，有的人说参加，但是捐款却迟迟未到。有的人捐了款，你就要核实金额和姓名；还有的人是几个人凑齐一起来交来。那时李老的家中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每来捐款谈事儿的，李老和老伴儿都是热情的接待。这中间有许多感人的事儿，比如体育学院的研究生康格武老师，当时一个人就捐了50元，这等于他一个研究生2到3个月的生活费。捐款陆续收到以后，就开始排序，排名字是按地域支系来排列的，老前辈排在前面，其他捐款人的名字按各支系提供的名单排列。比较麻烦的是，当时有的人开始不参加，后来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义，又要参加，这样又加名字，只有经手的人才能知道其中工作的繁复。董海川先师的新墓设计为8卦的图形，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8个方位来排列，每一个方位每一个卦象上是镶嵌一块白色大理石，上面刻有捐款人的姓名。当时为了节省资金，刻人名的工作由郭谷民先生的高徒王其昌先生来完成。王其昌先生是北京人，他自幼受父亲的影响，习练长拳短打，20多岁功夫就精纯，精通各种器械，尤善弹弓，可以在空中连发贯中。郭谷民先生非常器重王其昌先生，在特殊时期，他把自己一生珍藏的秘籍、口诀、笔记全部交给了王其昌先生珍藏。王其昌先生原来在玉器行工作，精通雕刻工艺，所以他爽然接受了师叔李子明先生的嘱托。雕刻工作持续了小半个月，当时雕刻工作就在子明先生家中进行。我在家时就遇到过王其昌先生来雕刻，进到门中总要和师叔喝点茶，聊上几句，然后再到院中去雕刻。这个时候，李老的老伴儿谢继华女士就开始准备饭菜，配合雕刻工作。但是王其昌先生毕竟已退休多年，又已是年届70岁了，在大理石上雕刻，名字多字又小，非常的难雕。所以尽管王先生非常的辛苦，可进展很缓慢，照这样的进度10多天只能完成1块。无奈之下，李子明先生只能和大家商量，还是要拿到外边去找专门刻墓碑的师傅去雕刻。当时刻一个字需要几角钱的工费，决定以后立刻把没有刻的墓碑送到了海淀镶红旗，由专门刻字的师傅按时间来完成雕刻工作。到底是专门刻墓碑工作的工作人员，不久墓碑就刻好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墓碑上的集资者名字可能排列不太整齐，字的大小也不甚统一，就有上面所说的原因。但是每一个字都渗透着集资者和工作人员全部的心血和热情。当10几块墓碑雕刻好，通知可以取的时候，已经进入了北京的冬季。80年代北京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，
那个时候，我们有时早上一拉窗帘，玻璃上还有冰花。子明先生想办法借到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，带着几位门人来到了海淀红旗村验收领取碑铭。有个细节特别感人，据当事人王彤先生的大弟子罗福庆回忆，我记得当年是个冬天，那天天气特别冷，还刮着风。我的师爷当年也将近80岁高龄，还亲自来验收石碑。我记得当时是找了一辆大卡车，然后那个司机呢，师傅说今天天气冷，让我的师爷就坐在那个副驾驶上。我的师爷坚持不肯，说我要看着这个石碑不能损坏啊。就这样，我们搀扶着老人一起上了大卡车。就这样，老人家在晚辈的搀扶下爬上了敞篷大卡车，迎风而立，亲自护送着刻好人名的碑石运到了目的地。讲到这里，我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一种画面感。我想，八卦掌门中老前辈的风范，值得我们永远去学习。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重大历史事件